Hakuna Mufasa, what a wonderful name. 影片中有大量暴雷，观看时请多加注意。如果喜欢影片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分享，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大家好，我是正峰。大家好，我是小颖。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狮子王木法沙》。这部电影主要是在描述原本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木法沙，不幸被洪水冲走，与父母失散。漂流许久后，他被小狮子塔卡发现，并被塔卡跟他的母亲艾希救起。由于是外来的狮子，因此木法沙被狮王欧巴西排挤。但在塔卡跟艾希的帮助下，木法沙顺利的留在狮群中。虽然被命令只能与母狮一同生活，木法沙依然与塔卡情同兄弟。随着四季更迭，成年的木法沙向艾希学习了许多狩猎知识，而被父亲禁止打猎的塔卡只能在远处偷看。某日，木法沙在跟艾希学习狩猎时，遭到了外来的白狮袭击。偷偷跟在后头的塔卡因为害怕而逃回狮群，而艾希在木法沙的帮助下击退了白狮。回到狮群后，欧巴西感谢木法沙救了艾希，并接纳了他，但也发现白狮奇罗斯与他的狮群很快就会袭击他们，而欧巴西的狮群根本无力抵抗。为了让血脉传承，欧巴西要求塔卡离开狮群，并要木法沙保护塔卡。即便万分不舍，他们还是踏上了旅途。在消灭欧巴西后，奇罗斯带着手下追杀塔卡与木法沙。为了逃命，木法沙带着塔卡前往寻找传说中的米蕾蕾。在旅行的途中，他们遇到了同样被外来者袭击的离群母狮沙拉比以及他的护卫沙祖，还有被赶出族群的山魈拉菲奇。5只动物一起旅行前往米蕾蕾。旅途中，塔卡逐渐爱上沙拉比，并希望木法沙可以帮助他。虽然木法沙答应了，但实际上他还被沙拉比吸引，而沙拉比也爱上了木法沙。发现被兄弟背叛又失去爱慕对象的塔卡心生恨意，决定与奇罗斯合作背叛木法沙。他沿路留下记号，让奇罗斯能循线来到米蕾蕾。木法沙号召米蕾蕾的动物们一起对抗奇罗斯的狮群，并主动与奇罗斯对决，但体型跟经验差太多，木法沙立刻就屈居下风。危急之际，放不下过往兄弟情谊的塔卡依旧为木法沙挺身而出，共同击败了奇罗斯。所有事告一段落后，木法沙在米蕾蕾找到了失散的母亲，也因为团结所有动物对抗奇罗斯，被动物们奉为国王。面对曾经背叛过自己的塔卡，他允许对方留下，但再也不愿意喊出塔卡的名字，而塔卡也要求木法沙改称自己为刀疤，以求不再忘记自己犯下的过错。单纯以故事本身来讲的话，木法沙没有特别的出彩或是具有出乎预料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落魄王子与平民的故事。像这样子故事的模板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但是我自己会觉得看完之后会对2019的真狮版狮子王有不一样的体悟。当然跟最原版的动画版是不能够做相提并论的，剧情上动画版跟木法沙是有那么一点对不起来的，但我们去回味2019的真狮版狮子王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在很多小地方就已经悄悄的埋下了木法沙的伏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真狮版的好处吧，虽然是炒冷饭的作品，但是跟旧版动画做出了差异性，并在前传的电影更加详细的描述了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2019年的时候，他们应该就已经有想过未来有一天我们有可能要拍前传，所以他们才在原版剧情的基础上面又多加了一点伏笔。但我觉得这一集比起2019的本传，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倒是处理得更好了，有尽可能的在相对写实的画面下，让整体表现看起来是有趣的。只论这一版木法沙的话，会感觉得到他在动物的表情上有做出更用力的区别，避免发生2019年真狮版当时的问题，就是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结果观众分不出来谁是谁的状况。所以这次的每个角色都有着很明显的差异，比方说木法沙的毛发色泽比较鲜艳亮丽，而塔卡就比较灰白暗沉，沙拉比就不用说了，不可能会跟他们两个人认错。而身为主要反派的奇罗斯，他则是白狮。在实际开始认真聊这部电影之前，我要先谈到我们之间对于这部电影最大的分歧点，也就是他的表现手法。木法沙的故事表现方式是由拉菲奇讲故事给辛巴的女儿奇拉雅去进行，途中还会穿插着好几次他们之间的互动，或者鹏鹏跟丁满的吐槽。对我来讲，这样子的表现手法我还蛮适应的。我会觉得他把故事分成了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让每个故事的转场有着很好的衔接，而且在这个衔接的过程中，可以借由鹏鹏跟丁满，或者是奇拉雅跟拉菲奇的对话，去调试现在的心情。我自己是喜欢这样子的表现手法。对我来讲，我是完全相反，我非常不喜欢中间好几次跳出木法沙的故事，回到现在，然后看鹏鹏跟丁满他们吐槽的画面。我多少能理解，这可能是为了小孩子或者是不太喜欢过于沉重故事的观
重的安排，因为木法沙的故事整体来讲比本传的狮子王要更加的沉闷一点，所以如果不喜欢那么沉闷的故事的人的话，中间鹏鹏跟丁满他们的吐槽笑料也许是很有用的调剂，但对我来讲更像是我好好的欣赏一部电影，结果看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卡掉插了广告，非常打断情绪啊。对于这样子的表现手法能不能够适应，这就是每个人的接受度问题。那关于故事的方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惊喜，但是却饶富深意，而且对我来讲有做到升华2019年版本的作用。最原始的动画版，我们会觉得木法沙跟刀疤他们天生就是一对兄弟，因为哥哥木法沙比较优秀，于是他被选为了国王，而弟弟刀疤因为不如哥哥，于是他嫉妒哥哥的才华，整天过着愤世嫉俗的生活，到最后才去设计了木法沙。在真实版里面大体上维持了这样子的设定，但是却多出了几句台词，比方说刀疤对莎拉碧说了那一句 Long ago, you chose Mufasa over me. 又或者是他最后在跟辛巴对打时喊着 This is my kingdom, my destiny. 这些都是最原始的动画版没有的地方。只看完真丝版的话，或许就会当作是多加了台词，顺顺的就带过去了。但是看完木法沙之后，就会对这几句台词有了不一样的体悟。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刀疤天命的部分吧，看完木法沙再回头去看本传的话，真的会有一种对啊，这的确原本就是塔卡的东西，然后被一个流浪汉干走了。如果你没有看木法沙，你只会觉得他在发癫，会感觉他是不是觉得因为他是王族的血脉，所以认为自己就天生应该要继承这块土地。可是看了木法沙之后，会觉得他这句话讲的大概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心魔吧。木法沙这部电影，它升华了刀疤这个角色，但也复杂化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两个人情同兄弟，互相拉拔长大，到中途塔卡因为嫉妒木法沙而背叛他，再到最后救回木法沙。虽然这乍一看会觉得刀疤好像天生就是个懦弱的人，所以他才会嫉妒比他优秀的木法沙去背叛他。可是仔细一去想，又会觉得这一切并不能全都怪在塔卡身上，这就是一个很不幸的时局。当塔卡捡到木法沙的时候，因为狮王欧巴西的要求，所以木法沙只能够去跟母狮一起生活，但也因为这样子磨练起了木法沙狩猎的能力。而塔卡他虽然想学，但因为他是狮王的儿子，所以他并不被允许去做这种工作。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如果一切都照着原本的流程跑，塔卡会成为国王，他会接纳木法沙，而学会狩猎技巧的木法沙会是他最好的左右手，他们应该就会像这样子称兄道弟的活一辈子。但偏偏很不幸的，他们的狮群被攻击了，他们必须要脱离原本的环境。当脱离了原本的狮群之后，塔卡的血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去指责塔卡他懦弱，或者是指责他优柔寡断，说实在，这真的是太过苛求了。他在父亲的要求下没有办法学会这些野外生存必备的能力，导致在整个旅行的过程中，他对木法沙就只剩下自卑感。当然这一部分还是攸关到他自己个性的问题，但就会给我一种他有错，但这些错并不全然都是他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前传很好的把这两只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而且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谁对谁错，命中注定他们两个人会相遇，会成为称兄道弟的好友，但也命中注定他们两个最后会分离，而且这个过程会让人看得有点心酸。因为仅就这部电影来讲的话，塔卡在他的一生中救了木法沙好几次，虽然后面他的背叛也导致木法沙差点死去，但他最后也自己挽回了。在他自认为为木法沙做了这么多之后，他希望木法沙帮他追求莎拉碧。其实我觉得这边就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也是很多作品都喜欢描写的地方。果然关系好的兄弟中间是不能容下任何女人的。我只能说，如果你也对那个女的有兴趣，那就不要答应你的兄弟要帮他追她。如果你答应了，你就狠下心不要跟人家搞在一起。当然我这边不是说因为塔卡救了木法沙，所以木法沙就一定要把莎拉碧让给塔卡，而是你不如一开始就说白，我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先答应人家，然后再跟人家搞在一起，反而会让被答应的那一方有种被背叛的感觉。最信任的人背叛了自己，如果本来他心中就已经满是自卑感了，这个自卑很容易就会转化为憎恨。尤其是到了结尾，木法
法沙成为了荣耀谷的国王之后，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故事，会发现塔卡从一开始应有尽有，到最后一无所有，而木法沙从最一开始流浪儿的身份，到最后得到了一切。如果当初捡到木法沙的时候，塔卡就各种欺负木法沙的话，那我们可能还会觉得这就只是风水轮流转。但偏偏他们一开始的关系是那么的好，而塔卡在这段旅行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在帮助木法沙。我不会讲他的背叛是正确的，但我又会觉得这个背叛或许就是他们两个人命中注定过不去的那一个劫。巴西讲的都是对的，外来种总是会抢走我们的东西。如果看完这整个故事，你再回去看2019年的狮子王，你就会觉得那多加进去的几句话听起来是多么的心酸。我甚至多少会有点觉得木法沙最后宣告说，只要他在这个国家的一天，刀疤就永远可以留在荣耀国，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是很残忍的一件事。你不如干脆像大家讲的，直接把刀疤赶出去，也许对彼此都还好一点。讲到结局，其实我会觉得木法沙的结局不太符合我心中想要看到的画面。刀疤背叛了木法沙，引来奇罗斯，在最后奇罗斯要对木法沙下死手的时候，他因为心中想起了艾希的话，所以帮木法沙挡下了那一击，最后跟着木法沙一起击退奇罗斯。我能理解，因为这边要接回到狮子王的故事，所以必须要让刀疤对木法沙留下憎恨。这部电影并没有把这个情绪的转折描写得很好，会让我在看的时候觉得有些突兀。以我来讲，我会希望当他们击败奇罗斯之后，塔卡不要跟木法沙道歉，因为在这部片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狮子王里面刀疤的狡猾跟奸诈，他给我们的感觉更直率，他顶多就是有些懦弱而已。所以你在最后为了要让他可以接回狮子王那个狡猾的形象，让他去低声下气，最后再不屑的转身，会让我感觉这好像跟一开始看到的狮子是不一样的。他如果真的这么狡猾奸诈，为什么不让奇罗斯把木法沙打死算了？刀疤帮木法沙挡这一掌，就会让我有一种硬是要洗白的感觉。如果是为了可以顺利接回到狮子王的故事，那不如就这样子演。刀疤不是因为艾希当初的话，所以才去帮木法沙挡下这一掌，而是因为他想要自己亲自打赢木法沙，证明他比木法沙还要优秀。所以在联手解决掉奇罗斯之后，让他跟木法沙单挑，最后刀疤输掉，但是木法沙因为自己被刀疤救了很多次，所以没有对他下死手，而是允许他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样子可以比较顺利的扭曲掉刀疤的心灵，让他朝狮子王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发展。这样我才可以合理化为什么前面塔卡要去挡奇罗斯的那一下，再跟着木法沙一起打败奇罗斯。对我来讲，电影的结尾已经收得很好了，但是也是很可惜，刀疤最后那一句对不起，让我感受到强烈的违和感。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刀疤不要讲出那句对不起。理想的画面可能就是最后那一幕，两只狮子对看，然后一切尽在无言之中。在其他的动物们吵着要把塔卡赶出去的时候，木法沙宣称只要自己还是国王的一天，塔卡就可以永远留在这个国家。我觉得到这边就够了。好，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段落来解释为什么塔卡变成了刀疤，但这个可以再另外处理。我只是单纯觉得说不需要那么多的对话，两只狮子就停留在沉默，然后慢慢变成了我们最后在本传看到的那个样子，可能就够了。这部电影到了最后，综合所有的故事来看，我没有办法说刀疤他完全是错的，也没有办法说木法沙他完全是对的，我只能说他们两个一定都对彼此抱有愧疚跟憎恨，但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理清这份感情，所以才会变得是明明关系不好，却又容许对方出现在自己眼前，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家庭关系。整体来讲的话，关于这部电影的呈现跟鹏鹏丁满的吐槽，很吃每个人对于叙事方式的接受度。有人觉得视角不停切换很混乱，打破第四面墙的搞笑很出戏，但也会有像我一样喜欢这种一边听故事，并在过程中适当的用搞笑缓解情绪的演出。剧情方面，虽然故事发展本身并没有出人预料，但整个故事完全结束后，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再次去回味第一集埋下的那些伏笔，甚至是欣赏与原版在细节上的差异，也可以感受到木法沙跟刀疤两兽之间复杂的情谊关系。只是结尾塔卡的转变稍显突兀，有点美中不足，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前传电影。那关于这部电影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也记得订阅频道，追踪粉丝团跟 IG。那我们下次见，拜拜。